第41集。冷静点啊！愣着干嘛？来帮忙啊！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。阮南竹的反应最快，他抓住站在他前面的林秋实和徐小成就往后退去。唐瑶瑶他们却是没有反应过来，被鲜血直接溅了一身。那个中年女人被砍中了身体，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整个人倒在了地上，瞬间没有了气息。杀了你！杀了你！钟成简的眼睛赤红，就像中了邪一样，一刀又一刀的将面前的女人砍得没了人形。直到钟成简力气衰竭，才喘着粗气坐在了地上，而他眼神中的疯狂也逐渐褪去，只剩下了一片恐慌和茫然。他虚弱的颤声说道：我杀人了！唐瑶瑶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：钟成简，你这个神经病，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我杀人了！重点不是你杀人了，是你杀的到底是不是人？唐瑶瑶虽然后面躲开了，但是身上还是被溅射了好多鲜血。她看着钟成简怒道：你信不信他晚上就回来找你了？钟成简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，看样子他的精神已经快要崩溃了。他不断地重复着：我杀人了！钟成简松开了手里的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新人的原因。阮南竹把下巴靠在林秋实的肩膀上，小声地说：神经细得跟头发丝一样，一个没看紧就要闯大祸。杀了 NPC 会怎么样？其实也不会怎么样，反正都是死，就是死法稍微惨了点而已。钟成简突如其来的爆发，导致整个团队都陷入了一种低落的情绪里。女人的尸体被钟成简砍成了凌乱的几块，血液和肉体的残渣布满了整个厨房。钟成简也浑身是血，他用手捂着脸，不住地呜咽着，看起来完全快要坚持不下去了。众人脸上的神情都是十分的复杂。唐瑶瑶则是站在水池边，一脸晦气的想要清理干净自己身上的血迹。怎么办啊？我没有想杀他，我只是一时气愤而已。这些话说的次数太多，搞得一旁的张星火心情也跟着差了起来。杀了就杀了，反正不是现实世界，也没有警察来抓你，哭个屁啊！经过张星火这么一提醒，钟成简才恍然大悟，脸上浮起了笑容。对啊，这里不是现实，只要出去就没人知道我杀过人了。对。大家听他这么说都没有出声，唐瑶瑶却是嘲讽地笑了笑。显然所有进过门的人想的都一样，的确是出去了就没事，但是前提是要能出去。众人正在说话，林秋实却注意到门口又晃过了两个身影。虽然他没有看得太仔细，但是他能确定身影的主人是三胞胎中仅剩下的两个。唐瑶瑶看着变得乱七八糟的厨房，有些头疼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这厨房这样子，我可不想继续打扫。等等吧，或许明天就干净了呢。阮南竹说着，众人只当他是在开玩笑，没有人搭理他。这一个下午，所有人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因为没有清理的厨房味道实在是太糟糕了，即便是坐在客厅也能够闻到，所以大家纷纷散去，无奈地逃避着事实。然而到了晚餐的时候，坐在床上低着头玩手机的林秋实却闻到了一股子食物的香气，这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。林秋实嗅到之后，
嘴里不由自主地分泌出了唾液。这什么味道？阮南竹趴在床上说着：“有人在做饭，饿死了。等他回去了，我可要好好的吃一顿。去看看。”走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大家基本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，看见好吃的不敢动筷子，天天吃干面包。用阮南竹的话来说，吃的人都要干了。他们两个从屋子里出来之后，却是看见了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出来了，看样子是也闻到了这股香味儿。徐小成吞着口水，又馋又怕。谁在做饭啊？好像厨房里有人。过去看看。几个人跟着香气回到了那本该被鲜血沾满的厨房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原本一塌糊涂的厨房，原本布满残肢碎肉的厨房，此时却焕然一新。灶台上放着2口大锅，正咕咚咕咚地炖着，散发着浓郁的香气。林秋实上前一步，他走到锅边，看见锅里炖着几块肉。他又仔细地看了看地板，发现地板上本该很难清除的血液，此时竟不见了踪影，只留了些许残留的黑色污渍。这一幕让林秋实想起了曾如果死去之后发生的事。没了，尸体没了。啊，才几个小时呢，怎么可能弄得那么干净？这本来就不是正常世界，不要用常规的思维来思考。阮南竹话音落下，剩下的几个人也纷纷过来了。唐瑶瑶看见干净的厨房之后，却是松了一口气。还好厨房干净了，不然接下来几天要吃什么？说着，他走到林秋实旁边，朝锅里望了几眼。好香啊！香你也不敢吃啊？唐瑶瑶没有吭声。钟成简也在人群里，他现在的精神状态看起来还是不太好，他嘴里一个劲儿地叨叨着什么，看起来他再受点刺激，基本就离疯不远。的确如此，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，周围发生了那么多诡异的事情，能保持精神状态确实不容易。才几天的时间，众人脸上都是憔悴的神色，眼见着磨人的夜晚又要到来，大家的心情看起来都很沉重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还要面临鬼怪的威胁。白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所有人都显得有些疲惫。林秋实也是如此，他早早的洗漱完毕，回屋睡觉。离开厕所的时候，他看见唐瑶瑶还站在女厕里，蹙着眉头在搞什么东西。于是他说：“唐瑶瑶，怎么了？天晚了，你还不去睡？”说着，林秋实指了指窗外的夜色。啊，马上！我身上的血怎么都洗不干净？什么？我说我身上的血洗不干净。洗不干净。林秋实马上想到了第一天来这里时，曾如国站在浴室喷头底下，也对着自己说过同样的话。别洗了，都这么晚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唐瑶瑶大约是听出林秋实语气里暗藏的焦急，她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说：“好吧，你先回去，我马上就出来。”你快点啊！在童话故事《飞儿下鸟》里，南巫离开家的时候，给了姐妹们鸡蛋。只要姐妹们打开了那扇禁忌的门，鸡蛋就会染上血。南巫在回归的时候，便会将姐妹们砍成几大块，然后再扔到地下室里。到了这一刻，林秋实终于明白了纸条的重要性。如果不是他知道了这个童话，恐怕此时还是一头雾水。而此时，门内世界和童话之间的联系渐渐地浮出了水面。
第42集。林秋实听见唐瑶瑶的水声停了，于是就回了自己的房间。阮南竹又趴在床上，拿着林秋实的手机玩连连看。林秋实靠在他的旁边说：唐瑶瑶身上的鲜血好像洗不干净了。鸡蛋的鲜血本来就洗不干净，洗干净了南屋拿什么找人呢？谁是南屋？阮南竹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，也不知道他是没有想法还是不想说。那今晚又要死人了。今天几乎除了他们3个之外，其他人都沾到了鲜血，也不知道是谁。阮南竹放下手机，歪着头看着林秋实。你知不知道你很有趣啊？我以为你会想办法救他们呢。从接触起，林秋实就给人感觉很柔软，面对生命的态度也很重视。可是这样一个林秋实，在知道死亡即将降临之后的表现却非常平静。我没你聪明，你都没想到办法，我能怎么办？有点困了，我先睡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有了心理准备，这天晚上林秋实已经做好了被吵醒的打算。果然和他预想的一样，大约凌晨3点左右，他又被奇怪的声音吵醒。这声音隔得有些远，但是依稀能听得清楚。林秋实转身，身旁就是阮南竹安静的睡颜。不得不说，阮南竹作为女生也确实很漂亮。此时长长的睫毛正随着她的呼吸微微的颤动，就像展翅的蝴蝶一样。那个声音继续响着，林秋实却开始思考到底要不要把阮南竹叫醒。然而还没有等他想出一个答案，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凄厉的尖叫。这叫声是张星火发出来的，他好似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景象，叫的嗓子都快破了。这个声音太大，即便睡眠质量一向很好的阮南竹也被吵醒了。他一睁眼就和林秋实四目相对。林秋实还没有说话，阮南竹便羞涩地说：讨厌，你居然看了人家一晚上。我没有，我不是。好了好了，没关系的，我也知道我好看。你随便说吧，开心就好。外面的惨叫还在继续。林秋实和阮南竹穿好衣服，拉开灯，一出屋子就看见张星火蹲在走廊的尽头，满脸惊恐地嚎叫着。其他人也被吵醒了，纷纷出来查看。唐瑶瑶走过去问：别叫了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死了，钟成简死了，死在屋子里了。张星火蜷缩成了一团，显然是已经受了严重的刺激。不就死个人吗？你至于反应那么大？一个大男人能不能争气点？钟成简白天做出那样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他活不长了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把张星火刺激成这个样子。不过当他们进到张星火所在的屋子的时候，才明白为什么张星火会反应如此剧烈。因为在他们屋子的床上，只剩下了一张单薄的人皮。那人皮没有骨头，没有肉，没有毛发，就像是整个人掏空了一样。那张人皮静静地躺在床边，刺激着所有人的眼球。徐小成这下没有忍住，转身就吐了。唐瑶瑶也脸色惨白地后退了几步。只有阮南竹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，还小声地嘟囔了句什么。林秋实离他很近，他清楚地听到阮南竹说：好像身体被掏空。皮一下你就这么快了吗？我半夜听到了什么声音，一开灯就看见他死了。有什么东西来
杀了钟成简，又走了。张星火蹲在地上瑟瑟发抖。那声音是不是像勺子在什么东西上面刮？对，你也听见了？听见了。按理说林秋实和张星火的屋子并不近，这种细微的响动应该听不到，但是林秋实不但听到了，还听得一清二楚。这林秋实不说还好，一说大家的脸色更差了。什么叫做勺子刮过东西的声音？难道钟成简是被一把勺子一点点地刮干净了？你可以不要形容的那么仔细吗？唐瑶瑶一想到那个场景就毛骨悚然，她的喉咙上下动了动，哑声道：况且你怎么知道是勺子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但我第一个想到的东西就是勺子。林秋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出这样的形容词，不过在听到那个声音的第一时间，他脑子里就冒出了类似的场景，并且第一个反应就是勺子刮东西的声音。也亏于琳琳你能形容得出来，我倒是第一次听见这种声音，的确是勺子刮东西。张星火的脸色惨白，他说着说着身体又开始颤抖，一副随时要晕过去的模样。想想也对，自己身边的人死掉了，骨肉还被勺子刮走，就留下一张血肉模糊的人皮，谁都受不了这样的刺激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大家都睡不着，感觉这个楼栋里就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所有人都回到了客厅，坐在沙发上沉默着。阮南竹到底是心大，他靠着林秋实的肩膀就开始打瞌睡。唐瑶瑶则在旁边酸溜溜地说：祝萌这都能睡着啊？于琳琳，你肩膀不酸吗？不酸，他能睡着就好。哼，你们真有意思，在这里还能谈恋爱。林秋实也没有说话，他总不能说身上靠着这个姑娘是个大男人吧？这话说出来谁信？鬼知道阮南竹为什么会是进入门里的姑娘当中最好看的一个。于是众人就这样熬着，终于熬到了天亮。张星火总算从恐惧中挣脱了出来，他苦笑着说自己很饿，想吃东西。只有干面包。唐瑶瑶说：冰箱里的东西你不会有兴趣吧？张星火摇了摇头，示意自己没兴趣。之前那姑娘的裹尸袋就放在冰箱里，一想到这个，谁还能吃得下去？本来今天死了人，众人都以为门内的定律不会起作用，谁知道一群人聚在一起还没到半个小时，居然真的全都睡了过去。等到第二天的天亮，众人才醒了过来。第43集，林秋实是第一个醒的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见大家都瘫在沙发上，徐小成和唐瑶瑶互相靠着，张星火则缩成了一团，阮南竹的手则搂在他林秋实的脖子上，动作自然地将他整个人都搂在怀中。林秋实一动，阮南竹也醒，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说：早上了。我们居然都睡着了，太危险了。有什么好危险的？睡在那棺材房里不也死了？阎王要人3更死，挣扎也到不了5更。阮南竹无所谓道，好像也确实如此。林秋实面露无奈，两个人的对话声也将其他人从睡梦中唤醒。
徐小成醒来之后和林秋实的反应差不多，都是感觉就这么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很危险。有东西吃吗？张星火从昨天开始就叫着饿了，这会儿醒过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找东西吃。我去厨房看看。唐瑶瑶站起身走进厨房，片刻之后，厨房里传来了唐瑶瑶的声音：你们过来看一眼。林秋实感觉她的声音有些怪异，等走进厨房之后才明白为什么唐瑶瑶的语气这么奇怪，因为他们看见在厨房的案板上摆好了做好的早饭，清淡的粥，烤好的面包，还有一个个圆乎乎的煮鸡蛋。这些食物若是在门外会觉得有些清淡，但是对于好几天都没有吃好饭的他们来说，已经是非常诱人了。林秋实问道：谁做的？不知道，我进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。张星火，你急什么？他们还在说话，张星火却已经捧着碗咕咚咕咚地喝起了粥，喝完之后一抹嘴说：我太饿了，不想等了。阮南竹观察了一下，觉得没什么问题。应该没事，我也饿了，吃吧。阮南竹现在基本就是团队里的主心骨了，他说可以吃，大家都动了筷子。林秋实其实也挺饿的，他一口气就吃掉了一大块面包和3碗粥，但是因为过不去心里那个坎儿，就一直没有碰鸡蛋。阮南竹倒是百无禁忌，一口一个鸡蛋，连吞了3个，才擦擦嘴，表示自己吃饱了。众人终于缓解了饥饿，脸上都出现了厌足之色。徐小成摸着肚皮说着：好饱啊，好开心啊，好久没有吃这么饱了。不过谁做的饭呢？管他谁做的，吃饱了就……唐瑶瑶大约是想说吃饱了就行，可是话到嘴边却硬生生地吞了回去。因为此时有一个人影缓缓地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，那是一个穿着围裙的女人。这个女人披散着头发，普通的面容上带着慈祥的笑容。女人注意到了众人惊恐的目光，便扭过头来微笑道：你们看着我做什么？吃呀，我特意给你们做的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徐小成捂住了嘴，咚咚咚冲到厕所去了。此刻的气氛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到了女人的身上。这个女人就是昨天才被钟成简乱刀砍死的3胞胎的母亲。此时本该惨死的她，却完好无损地站在了众人面前，而且还一脸慈祥地问大家早饭吃得好不好。难怪徐小成又跑到厕所去吐了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女人似乎并不明白大家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她。最后还是阮南竹开了口：好吃，谢谢你的食物。女人甜蜜地笑了起来。你们喜欢就好。家里的孩子挑食，不像你们什么都爱吃。说完，她笑呵呵地出去了，留下了一屋子表情如同吃了屎一样的众人。林秋实还好，唐瑶瑶却已经开始骂起了脏话。看着她气急败坏的模样，显然是被刚才吃下肚子里的东西恶心到了。昨天还是4分5裂的人，今天就给你做了一桌美味的料理，放在谁身上恐怕都会觉得这桌饭问题很大。这就是典型的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。面对众人不善的目光，女人丝毫不在意。她缓步走到厨房，开口说道：你们中午想要吃点什么？
冰箱里又有了好多肉。说着，他拿起刀，轻轻地摩挲了片刻。可以给你们做好吃的东西。他手里拿的刀，就是那天钟成简将他砍成了几块的那把刀，上面还沾着些许黑色的污渍。众人都没有说话，慢慢地从厨房里退了出来。徐小成也回到了客厅里，他吐得脸色发白，整个人都像是要晕过去一样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直喘粗气，还带着哭腔地说：我真的不行了，我要死了。阮南竹无情地表示：你早该习惯了，你这几天吐几回啊，比怀了孕还厉害。他怎么会活了？那他现在是人是鬼啊？人肯定不是人，鬼也不是鬼，或许他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 NPC， 因为重要性，只要死亡了就会刷新。你这个说法倒是新鲜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他如果会一直刷新，那他有关于自己死亡的记忆吗？没有吧？如果有，看到我们怎么会那么冷静？因为凶手已经不见了。唐瑶瑶抿了抿嘴，他们之中的确少了个人，少的就是那个杀掉女人的钟成简。也亏得女人复活的时候钟成简不在，不然按照钟成简那种精神状况，真的极有可能提着一把刀再去把那个女人砍死一次。阮南竹很心大地说：往好里想，至少有人帮我们做早饭了吧？我不想再吃干面包了。他做的你敢吃？唐瑶瑶对阮南竹的心大表示不赞同。你今天不就吃了吗？还吃的比我多，而且大家都吃了。阮南竹则无情地揭穿了这个残酷的事实。此时一旁坐着的徐小成弱弱地举手：我没吃，我全都给吐出来了。那你很棒棒哦。第44集。有些事情一旦开了头，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被人杀死的小一仿佛是一幕的序曲，拉开了死亡的帷幕。曾如国和钟成简两个人在短短2天内相继惨死，而死神的镰刀却并未因此停止。就在女人复活的第2天，又出现了第4个死者，只不过死去的并不是团队中间的一个，而是3胞胎中的小石。这次是徐小成发现的小石的尸体，他刚进厕所就尖叫着跑了出来。又死人了，又死人了！谁死了？唐瑶瑶问道。不知道，感觉像是那2个小姑娘。徐小成瞪圆了眼睛，他看见尸体的反应已经冷静了好多，至少没有吐个不停。我没敢多看，我只瞅了一眼就跑出来了。于是众人去了厕所，看见了散落在厕所里的尸体。和被乱刀砍死的小一差不多，小石的尸体也呈现出乱七八糟的状态，简直可以用尸块横飞来形容。这次大家看见尸体之后，情绪都比较冷静。林秋实简单的检查了一下现场，确定小石是死的不能再死了。阮南竹没有说话，他站在旁边一直很沉默。林秋实低声问他：在想什么？没事，我只是好奇，这次他妈看见这场景会是什么反应？大家一想到那个女人，脸色都难看了起来。然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
阮南竹刚提到那个女人，他就出现在了厕所门口。这一次他没有哭闹，神情非常平静，他手里拿着拖把和口袋，开始低头缓慢地收拾起了女儿的尸体，就像一出哑剧一样，只有拖把拖在血液上发出黏腻的声音。之后女人动作娴熟地将所有尸块都装进了袋子，然后沉默地拖走了。唐瑶瑶的脸色煞白，我感觉很不舒服，你们呢？我也是。我们真的能活到那天吗？距离生日还有2天，可他们已经是度日如年了。没有人能回答张星火的问题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众人的生命丝毫没有保障，能活下来似乎只是单纯的依靠运气。下午的时候，唐瑶瑶觉得身体不适，便早早的回去休息了。林秋实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他委婉地提醒唐瑶瑶要小心一点。唐瑶瑶没有将林秋实的话放在心上，随意点了点头，转身便走。徐小成看着唐瑶瑶的背影，欲言又止。林秋实见徐小成的模样，忍不住问道：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觉得大家待在一起可能会安全一点。没什么安不安全的，就算现在大家在一起，晚上也得分开。张星火说的对，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林秋实叹了一口气。众人的心情很糟糕，也没有太多的心思闲聊。简单的吃过晚饭之后，阮南竹说自己累了，于是拉着林秋实便回了那个像棺材一样的屋子里。怎么了？今天怎么那么着急？人家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。说人话。我好像知道门在哪儿了。你知道门在哪儿了？只是一个猜测，我要去验证一下。这件事情比较危险，所以我和你一起去。林秋实知道阮南竹想说什么，打断了他的话。我虽然帮不上太多的忙，但至少2个人互相有个照应。他抿了抿嘴唇，声音低了下来。我知道我现在很弱，可是如果你出了什么事……也对，如果我出事了，你就是官夫了，我可不许你去找别的女人。大佬，我们能不能别闹了？阮南竹则伸手在林秋实的屁股上拍了一下。行，咱们这就走。真手欠。几分钟之后，2个人出现在了楼顶上。楼顶上依旧挂着一把沉重的大锁，锁上锈迹斑斑，应该是很久没有使用了。但是和之前比起来，林秋实却注意到锁上多了一点东西，像是有人开过的样子。特别是在锁孔的位置，那里有摩擦后的痕迹。有人来过顶楼。林秋实马上想到童话故事里那扇不能开的门。这里就是那扇门。林秋实点了点头。阮南竹掏出发卡便开始开锁，他在这方面果真是很在行。3下5除2，他就开了这把大锁。咔嚓一声，锁头落地，铁门被阮南竹缓缓地拉开，发出轻微的嘎吱声。接着天台上的景色随着拉开的铁门展露在2人面前。外面虽然已经黑了，但是林秋实还是勉强看得清天台上的情况。只见天台之上放满了无数个黑色的布袋，这些布袋是如此的眼熟，林秋实今天下午才刚刚见过一个，正是那个中年女人用来装3胞胎尸体的裹尸袋。然而此时林秋实的眼前却出现了几10个这样的袋子。
阮男主转头看向林秋实，我们好像闯祸了呀。啊？要是打开那扇门的不是三姐妹，而是鸡蛋会怎么样？林秋实还没有说话，就见阮男主抬步跨入了天台。不过既然来都来了，朋友，你以为你是来旅游的吗？神他妈来都来了，你是不是还要买点纪念品回去啊？阮男主上了天台，左看看右瞧瞧，像是在找什么。林秋实见他在天台上转了一圈，最后脚步停在一个角落里。那个角落堆满了黑色的布袋，让人看了就感觉不想靠近。林秋实站在门口给阮男主把风，他看着阮男主弯下腰，开始在布袋上翻找什么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林秋实却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朝着这个方向过来。男主，有人过来了，快出来。阮男主答应了一声，但是却没有动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林秋实被急出了一头的冷汗。虽然不知道来者是谁，但是他总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们上了天台这件事情最好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来了。阮男主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他这才起身过来。好在他行动迅速，飞奔到了门口，然后拉上铁门，挂上铁锁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。而脚步声也已经到了楼下。林秋实灵机一动，他牵起了阮男主的手，将阮男主推在了墙壁上，然后贴近阮男主，装出一副两个人正在亲热的模样。谁啊？脚步声到了旁边，林秋实这才转头，表情里带着被打扰的不耐烦。谁在那儿？没有人回答。阮男主给林秋实递了一个眼神，两个人便起身朝着楼下走了过去。然而他们并没有在楼下看到任何人，仿佛刚才听到的脚步声只是两个人的错觉。没人。阮男主摇了摇头，指了指墙角。林秋实朝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他发现墙角多出了一抹血迹。那血迹像是什么东西在地上拖过的痕迹。林秋实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黑色的裹尸袋。还好，琳琳，你反应够快啊。还好吧。其实林秋实的手心里已经都是汗水了，他随手擦了两下。看见什么了？回去说。第45集，阮南竹和林秋实又回到了像棺材一样的房间里。因为这里的隔音效果太差，他们说话都不敢太大声。阮南竹靠在林秋实的身边，声音尽量的放低。找到门了。找到了。林秋实没有想到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。在楼顶。对，在楼顶的地板上，被裹尸袋掩盖住了。我猜钥匙会在生日那天出现，到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阮南竹在身边的时候，林秋实总觉得特别的安心，而且现在已经发现了出去的路，总感觉可以松一口气了。睡吧，再熬一段时间就出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所有人都聚在客厅里，因为唐瑶瑶的身上也沾了血，所以林秋实还特意关注了一下，发现唐瑶瑶并没有出什么意外，她仍然按时的和大家一起吃了早饭。我今天想去楼下看看，楼下那两个人身上应该还有信息。我和你一起吧。唐瑶瑶却表示不想再去了，她前2天一直往楼下跑，什么信息都没有得到，
要么吃闭门羹，要么就是无法交流。而且最惨的是，这电梯还下不去，10几层楼都要跑楼梯，每次跑的时候都感觉像是在恐怖片里一样。那你们在上面吧，我和于琳琳下去。我想和你们一起。徐小成怯生生地看着阮南竹，赶紧说道：朱萌姐，可以吗？随便你。于是3个人便站起来朝着门外走。走的时候，林秋实却是注意到卧室的门开了个缝，那个缝里面露出了一双眼睛，似乎是最后剩下的3胞胎中的小土正在暗暗打量着他们。不过他的眼神和林秋实对上之后，立刻就移开了，门缝也再次被合了起来。林秋实见状蹙了蹙眉，14楼走到4楼，不能走电梯，到底是件痛苦的事情。特别是楼梯间阴暗狭窄，还带着一股子旧楼特有的潮湿味儿。徐小成在下楼的时候问道：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？朱萌姐，我每天都好害怕。快了，再熬2天吧。阮南竹说完，徐小成神色憔悴地点了点头。林秋实见他这副模样，倒是有些好奇。阮南竹说过，徐小成是他接的活，在现实里还是个大明星，只是不知道阮南竹是用什么方式接活，又是如何和徐小成接上线的。到了。就在林秋实思考着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却已经到了4楼。但他们刚离开4楼的楼梯间，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儿。这腥味实在是太浓郁了，即便是鼻子不敏感的人，恐怕也能闻个一清二楚。徐小成捂着鼻子，边用手扇边说道：什么味道？好恶心。血的味道。林秋实对这个味道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。他走在最前面，一眼就看到了走廊尽头的那家。我操！在看清楚那家的状况之后，林秋实不由自主地骂了一声。只见那家大门打开，门口洒着鲜红的血液，血液呈现喷射状，此时已经凝结在地面上。3个人都没有说话，迈步走到了那家门口。有人吗？林秋实不抱希望地在门口问了一声。如他所料，屋子里没有任何回应。他跨过鲜血，朝着屋子里看了一眼。他发现房屋里黑洞洞的。他拿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，用手电筒的灯光照了一下屋内。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，但是当光线照出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时，林秋实还是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。死了。阮南竹迈步走进了屋子。这屋子所有的窗户都用木板封死了，看不到一点光线。屋内还算整洁，屋子的主人便是前几天给他们开门的那个青年男人。此时男人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，尸体瘫软在沙发上。男人头朝上，表情非常的惊恐。眼睛被挖了。林秋实走到阮南竹的身后，朝着尸体看了一眼。他发现男人的眼珠子没了，只留下了2个血乎乎的大洞。这让他想起了被凿碎头盖骨的曾如国和被挖去骨肉的钟成简。为什么会突然就死了？是出了什么问题吗？阮南竹没有回答。他去附近的墙壁找了屋子里灯光的开关，按下之后，头顶上的灯光亮了起来。窗户上也有血。有了充足的灯光，观察起来就简单多了。林秋实注意到屋子当中一些异常的情况。他看到封起来的窗户上全是鲜血，这些鲜血应该不是死者身上的，因为死者离窗户至少还有2-3米的距离。你还记得他们门口有血吗？之前我觉得那些血可能是辟邪的，
现在想来，是有人想杀他们，有人故意在他们的门口泼血。所以这人是替唐瑶瑶死了吗？林秋实又想起了什么，唐瑶瑶的身上也沾了血，但是唐瑶瑶却平安地活过了一个晚上。他本来以为唐瑶瑶逃过了一劫，没想到下楼之后看到了另一个死者。应该是。我们再去1楼看看吧。林秋实想起了楼下的那个老奶奶，他想知道那里的情况。走。他们离开了4楼，去了1楼。在1楼看见了紧闭的大门。果然，如阮南竹推理的那样，1楼的门虽然关着，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。那里的门口被泼了新鲜的血液，这些血液甚至还没有凝固，乍看上去简直像是刚弄上。阮南竹伸手敲了敲门，他们本来都没有指望里面的人会回应，谁知道片刻之后，那老人家居然真的给他们开了门。老人家半眯着眼睛，用浑浊的眼神打量着3个人，嘴里一直在嘟囔着什么。林秋实不用听也知道，他一定是在重复那一句话：我吃过了。之前他一直没有在意老人重复的话，现在想来，这句话却莫名的让人毛骨悚然。为什么他会一直重复吃过了？是谁要给他吃东西？要吃什么东西呢？虽然他老糊涂了，但却还是条件反射的一直在拒绝。老太太，您不想吃什么？这个问题出口，那老人竟然沉默了2秒钟。吃过了，蛋糕吃过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老人家口齿不清，抬手便要关门，阮南竹却伸手拉住了铁门，温声地说道：老人家，今年的生日聚会你不去吗？老人家听到生日聚会4个字，身体竟是抖了一下，他浑浊的眼神透露出怪异的神色，片刻之后才说：不去，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去的还没回来呢，我要等他们。他念叨完这些话，便又开始重复吃过了。无论阮南竹再问他什么，都问不出别的东西了。无奈之下，阮南竹只好松了手，让门关上。不过虽然只是寥寥几语，却已经证实了他们的猜测。这一栋楼之所以空了，果然是有原因的，而究其原因，似乎就是14层里3胞胎姐妹的生日。第46集。参加生日的都没有活下来，可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等待7天，在7天之后参加他们的生日，这不是悖论吗？门的世界不会设置死局，参加生日或许并不是死亡的必要条件。那是什么？暂时还不知道，只能等着。他们一边讨论，一边回到了14楼。林秋实进门就看见唐瑶瑶神情冷漠地坐在沙发上，张星火在旁边脸色也不好看。见他们回来，2个人都没有打招呼，甚至连说句话的意思都没有。徐小成怯生生地问着：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了，
刚才那个姑娘来找我们麻烦。找你们麻烦？怎么说？她非要我说她的名字，我他妈的哪里知道？3个都长得一模一样，谁知道死的是哪一个？晦气！呸！张星火还说别和小孩子生气，这是小孩子？我看是小鬼吧。你别这个态度行不行？如果他是小鬼，你这种态度对他岂不是死得更快？谁先死还不一定呢。真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，你难道能认出来？张星火陷入了沉默，好像昨天自从沾上血之后，唐瑶瑶的心情就一直不太好，现在尤其如此。阮南主很平静地说着，剩下的那个是小土，下次别说错。这可能是死亡的条件。我们刚下去，看见4楼的那个男人死了。接着林秋实将4楼的情况说了一下，也把那位老人家给的一些信息分享了出来。谁知道听了他分享的信息，唐瑶瑶的态度更糟糕了。她站起来，在屋子里如同困兽一样绕着圈，表情狰狞无比。徐小成见她的模样，有些担心。唐瑶瑶，你怎么了？不用管我，我好得很。唐瑶瑶边说边用力搓着自己的手臂。这里的天气并不冷，大家都穿的是短袖和外套，唐瑶瑶也是如此。她里面穿了个 T 恤，外面套着件单衣。她手上动作幅度非常大，也非常的粗暴。大家都没有说话，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唐瑶瑶的不对劲儿。唐瑶瑶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徐小成到底是没忍住，小声地说：我怎么了？我没怎么，好得很，好得很。说完，唐瑶瑶撸起袖子，然后继续搓着手臂。而她撸起袖子之后，林秋实却是看到唐瑶瑶手上的一抹痕迹，那是一抹红痕，就像是血溅上去的样子。唐瑶瑶用手用力地搓着，像是那里痒极了。接着林秋实看见那抹红痕开始渐渐地扩散，从小臂逐渐蔓延到肩膀上。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大了，显然是看见了这异常恐怖的一幕。而唐瑶瑶却毫无感觉，依旧继续着自己的动作，直到她注意到了众人的目光。你们看着我做什么？此时唐瑶瑶的脸颊也开始变成血红色了。徐小成被这一幕吓呆了，他眼神惊恐地看着唐瑶瑶。唐瑶瑶，你身上的是什么？闻言，唐瑶瑶疑惑地低头，终于看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。只见唐瑶瑶全身的肌肤都变成了刺目的红色，仿佛下一刻就会有鲜血从身上溢出。她发出凄厉的惨叫声，疯了似的揉搓起了自己的身体。然而随着她的动作，红色却开始飞速的蔓延，最后她整个人变得通红。他的嘴里不住地惨叫着，身体却开始出现另一种变化。他的皮肤开始变得僵硬，整个人直挺挺的就这样倒在了地上。这些事情发生不过瞬息之间，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一切便都已经结束了。唐瑶瑶瞪大了双眼，倒在地板上。他已经失去了呼吸，浑身赤红，连白色的眼球都染上了一抹疯狂的红色。徐小成被这一幕吓得嚎啕大哭，林秋实也觉得嘴里直发苦，说不出话来。张星火吐出一口气，呆呆地说：又死了一个，我们真的能撑得过去吗？
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，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。唐瑶瑶的尸体就这样僵硬地摆放在地上，林秋实没敢仔细看，但是他也发现唐瑶瑶的尸体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和之前几个死去的人相比，唐瑶瑶并没有缺少什么部位，而是突然就这样在众人面前暴毙了。就在他们陷入僵局的时候，屋子里一直喜欢待在厨房的女人再次出现了。她站在门口，冲着大家笑了笑，用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说：我给你们做了好吃的，你们想尝尝吗？显然没有人回答。哎呀，怎么都不高兴啊？生日聚会马上就要到了，到时候你们一定会高兴的。女人说着说着，咯咯地笑了起来，这笑声格外的瘆人。说完，她又转身回到了厨房，不知道继续忙什么去了。等吧。长久的沉默之后，阮南竹打破了寂静。他的语气里并没有惊恐和焦虑，更多的是一种平静。应该不会再死人了。为什么？直觉，我的直觉一向很准。张星火听到之后，在旁边说了一句：希望你是对的，不过女人的直觉的确很准，特别是漂亮女人的。有眼光。喂，你为什么那么镇定的应话呀？不过虽然阮南竹不是姑娘，但她的直觉的确没有什么问题。接下来的2天时间都没有人再死亡，他们吃着无味的干面包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生日宴会，这感觉就如同等待着判决的囚徒一样。在生日宴会的前一天晚上，阮南竹和林秋实又去了一趟楼顶。这次他们到楼顶之后，却是在楼顶上一间铁皮小屋里发现了别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林秋实刚开始看到那些东西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的面前摆着几个大碗，有的碗里放着白色的液体，有的放着红色迷状的东西。不过当他看到旁边的东西的时候，才恍然大悟，因为就在这些东西的旁边有一个玻璃罐子，罐子里面放了一堆的圆球球。仔细看过之后才会发现，那些圆球球全是人的眼珠子。林秋实看着眼珠子，立马就想到了4楼被杀死的年轻人。按照这个进行联想，不难猜测出这些东西全部属于他们团队的人。曾如国的脑浆，钟成简的肉糜，还有唐瑶瑶变得血红的骨头。林秋实看了阮南竹一眼，这些该不会是……应该是。林秋实没有回答。走吧，明天就知道答案了。第47集。又是一夜过去，闹钟的铃声把他们从梦中唤醒。林秋实醒来的时候还以为天没有亮，因为周围完全是黑的，原本就不明亮的朝阳此时还被厚厚的云层笼罩着。阮南竹却是已经醒了，他靠在床边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已经是早上了。林秋实从床上爬起来，确定自己没有看错时间。天一直没亮。平日虽然阴沉沉的，但好歹会有点阳光。
但今天真的是一点阳光都没有，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之中，只有昏黄的灯光勉强提供着微弱的光明。林秋实穿好衣服，和阮南竹一起出了门。今天中午就是三胞胎的生日宴会。按照阮南竹的推测，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们出门之后，看见徐小成和张星火也起来了，两个人站在走廊门口，一直没敢进屋子。都到了吧？到了就进去吧。说着，阮南竹第一个迈出了脚步。此时团队只剩下4个人了。屋子里只开了一盏小小的壁灯，但是林秋实还是很清楚地看到房间里所有的装饰都变了，那样子就像是有人精心装饰过。墙壁上挂着彩带，地板上撒着漂亮的纸片，沙发上放着几个巨大的毛绒玩具，好一派庆祝的景象。他们刚进屋子，卧室里便传出了歌声。那一首英文版的祝你生日快乐，用僵硬的曲调哼唱着，听起来让人觉得格外的诡异。三胞胎剩下的那个沉默地坐在沙发的角落上，他穿着一身红裙，手里抱着一个洋娃娃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进屋的4个人。小女孩突然发问：我是谁？你是小土。你看到我的姐姐们了吗？她们去参加了生日宴会，至今还未回来。看见了，他们死了。小女孩的眼睛眨了眨，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静静地凝视着4个人。林秋实还以为她会继续问问题，却没想到她只是点了下头。我知道了。在小女孩问问题的时候，厨房那边也传来了脚步声，同时伴随的还有女人哼歌的声音。女人的心情似乎非常的好，她一边哼着歌，一边推着一个巨大的东西朝着客厅走来。等她走近了，林秋实才看清楚她推的是什么。那是一块巨大的蛋糕，乍一看上去非常的漂亮。蛋糕一共做了3层，用雪白的奶油装饰起来，周围铺着红色的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果子。蛋糕的最上面点了3根蜡烛，正在发着幽暗的光。生日快乐，女人说着。小女孩站起来，沉默地看着女人。快点唱歌吧，唱完歌该吃蛋糕了。记得给邻居也送2块过去。小女孩便抱着洋娃娃开始唱起了生日快乐歌。稚嫩的童音回荡在光线暗淡的屋子里，莫名地增添了几分诡异。一曲生日歌结束，小女孩踮起脚尖吹灭了蜡烛。女人咯咯地直笑，把一把刀递给了女孩。乖女儿，快把蛋糕切了。小女孩接过刀，便用力地朝着蛋糕切了下去。一刀落下，雪白的奶油后面是红色的蛋糕心。徐小成似乎很久都没有吃饱了，看见这蛋糕，他重重地吞了一口口水。居然还是红丝绒的。林秋实因为昨晚看到的东西，对这个蛋糕完全没有任何食欲。虽然这蛋糕看起来的确很好吃，给他们分了，让他们尝尝妈妈的手艺。在女人的催促下，小女孩将蛋糕分成了几大块，然后装进盘子递给众人。
张星火和徐小成都接了，但是两个人没有敢吃，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手里的蛋糕，那个表情真是垂涎欲滴。然而当递到阮南竹那里的时候，阮南竹没有伸手，只是眼神冷漠地看着小女孩。吃蛋糕？不想吃，没兴趣。吃蛋糕？不想吃。阮南竹的态度非常坚决，一点也没有要妥协的意思。即便是因为他的拒绝，眼前的女人神情已经开始变得疯狂。为什么不吃？不想吃，没有为什么。你女人似乎刚打算说什么，阮南竹就直接站了起来。阮南竹的下一个动作，所有人都没有猜到，他竟是抬手直接掀翻了放着蛋糕的桌子，雪白的蛋糕全部落在地上，被摔了个稀烂。站在旁边垂涎欲滴的徐小成和张星火还没有来得及心疼，就闻到了一股子浓郁的腥臭味。两个人一低头，却发现自己手里的蛋糕不知何时完全变了个模样。鲜红的蛋糕心变成了肉糜，雪白的奶油全是脑浆，上面可爱的圆形装饰物是人的眼珠子，而才被熄灭的蜡烛分明是3根鲜红的骨头。徐小成吓得直接把手里的东西丢掉了。女人见此情景，表情瞬间扭曲。然而她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，阮南竹却是上前一步，冲着她的身体就是一刀。即便是林秋实看到阮南竹的动作之后也惊呆了，他瞪着眼睛看着阮南竹拿着不知道从哪儿掏出来的刀，对着女人就是一顿乱砍。阮南竹的动作狠辣干脆，丝毫不留情面。站在一旁的小女孩竟然笑了起来，她用力地丢掉了手里的洋娃娃，站在原地拍手大笑道：妈妈死了，妈妈死了。瞬息之间，阮南竹就将女人肢解成了几块，而阮南竹的身上也因此沾满了鲜血。徐小成和张星火都以为阮南竹疯了，他们转身就跑到了门口，只有林秋实对着阮南竹露出担忧之色。你没事吧？阮南竹扭头，脸上全是血，他无所谓地啐了一口。你不怕我？林秋实伸手擦着阮南竹脸上的血。不怕。你还敢沾血？你不也沾上了吗？虽然林秋实知道童话故事，但他也相信阮南竹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所以除了刚开始的惊讶，情绪倒是很快地平静下来了。林秋实甚至开始思考阮南竹到底为何如此。我刚才看了，钥匙不在蛋糕里。不在。林秋实昨天晚上才和阮南竹讨论过这件事情，两个人都一致认为钥匙出现在蛋糕的几率最大。刚才阮南竹的动作显然就是为了确认他们的猜测。然而在被摔碎之后，该出的钥匙却没有踪影。阮南竹慢慢地伸出了手，在这儿呢。只见他手心上躺着一枚漂亮的青铜钥匙，那钥匙沾满了鲜血。根据阮南竹刚才的动作，林秋实瞬间猜到了钥匙的来源。这钥匙是在他的身体里。对，之后再和你详细解释。我们快走。林秋实点了点头，两个人一起奔向了屋外。第48集。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，
地面上被阮南竹砍得乱七八糟的中年女人尸体，却是自己动了起来，并且以极快的速度组装成了人的模样。不过片刻之间，一个浑身沾满鲜血、神情癫狂的女人再次出现在了屋子中央。女人用手慢慢地把自己的头掰正。要去哪儿？你们为什么不吃我的蛋糕？你们回来！说着，他提起了用来切蛋糕的尖刀，用别扭的姿势朝着屋外冲了出来。阮南竹似乎好像猜到了这一切，他拉着林秋实就往楼上跑。徐小成和张星火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看到阮南竹手里的钥匙，两人脸上的恐惧都变成了惊喜。他们跟着林秋实冲到了楼顶。我开门，你们拖延一下。阮南竹一边抓着铁锁一边说道。林秋实答应了一声，站在阮南竹的身后。他听见底下传来了脚步声，下一秒，刚刚被肢解的女人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。女人手里提着刀，面容扭曲地开始爬楼梯。大约是因为她的身体刚组合好，走路还不算太顺利，所以她爬楼梯的姿势非常扭曲，速度也不算太快。这个时候，一般人早就慌了，阮南竹开锁的手却是一下都没有颤抖。再给我10秒。林秋实知道，这个时候阮南竹绝对不能被打扰。他上前2步，掏出手机，对着女人的脑袋就砸了过去。女人被砸中之后，头稍微偏了一下。林秋实抓住这个机会，抬脚对着女人就是一踹。林秋实这一踹用尽了他的全力，但是却好似踹在了一堵墙壁上，差点没把脚崴了。好在女人也因此后退了一步。女人还要往前，一声铁锁落地的声音同时在林秋实的身后响起。走。阮南竹拉开大门，张星火和徐小成跟在阮南竹身后奔跑起来。林秋实也迈步狂奔，但是那个女人似乎是知道他们要走了，竟然用尽了全力朝着林秋实扑了过来。虽然林秋实躲闪到了旁边，却还是被他手上的刀划破了手臂。而此时房顶上那些堆起来的黑色袋子竟然开始蠕动了，甚至有的袋子也是渐渐地形成了人的形状，硬生生地冲出了黑色布袋。阮南竹走在最前面，他到了门前，直接拉开黑色铁门，用力拉开之后，便有光从中射出。你们先走。阮南竹对着张星火和徐小成说道。两人闻言也不敢在此多做逗留，皆是毫不犹豫地跳进了铁门之中。阮南竹回过身来，对着林秋实喊：“快过来！”林秋实狂奔而至，在离阮南竹还有些许距离的时候，阮南竹却是一把抓住了林秋实的手，然后用力地将林秋实搂入怀中，随后朝着身后的门直直地倒下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林秋实的错觉，他在感觉自己掉入门内的下一刻，脑后就划过了什么东西。但最终两个人落入了温暖的光晕之中。黑暗逐渐被驱逐，阮南竹身上的血迹也开始逐渐褪去。门口是一条长长的隧道，这画面和之前的一模一样，看起来他们已经从门里的世界逃脱了出来。阮南竹牵着林秋实的手一直往前走，两个人都很有默契的没有说话，直到那熟悉的眩晕感再次出现。林秋实看到了自家大门还有周遭的墙壁。阮南竹站在林秋实的身边注视着他。我们出来了。阮南竹随手把一个东西揣进了兜里。走吧，先进屋子。林秋实想要移动身体，却在迈步的时候感到了一阵天旋地转，眼见整个人都要倒在地上，最后却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里。你在门里面受伤了。
林秋实感觉浑身都没有力气，他低低地答应着。阮南竹没有说话，直接将林秋实抱了起来。1米8几的大男人，100多斤，阮南竹抱的却是一点都不吃力。2个人进了屋子，阮南竹将林秋实放在床上。你先睡一觉。林秋实已经说不出话了，他闭上眼睛，整个人陷入了近乎昏迷般的深眠之中。林秋实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反正他醒过来的时候，眼前是一片花白，鼻尖则萦绕着消毒水的气息。他做了好多个奇怪的梦，梦里什么乱七八糟的画面都有。他时而听到有人嚎哭，时而觉得有人在追杀自己。因为这些奇怪的梦，林秋实隔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已经从门里的世界出来了。此时是躺在医院里，手臂上还打着点滴。林秋实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林秋实的旁边坐着一个少年，这个少年是之前在别墅里见过的程千里。程千里见到林秋实醒了，凑过来和他打招呼。我睡了多久了？林秋实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。也没多久，怎么，有什么急事啊？我家猫。程千里一副无语的表情，心说这个人可真是个称职的铲屎官，脑子里天天就是猫啊猫的，刚醒都不忘记这件事儿。没事儿，你才睡了半天，猫还好好的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生病了，高烧，问题不大。你在门里受伤了吧？手臂被划伤了。那还好，只是发烧而已。记住，在门里面能不受伤就尽量别受伤，里面很小的一个伤口，对于门外世界的人来说都有可能很严重的。南竹呢？哦，阮哥有点事情，先去忙了，让我先守着你。怎么样？第2次进门的感觉如何？林秋实顿了片刻，还是老老实实的说了。还好，差点没出来。他现在想着那提刀的女人，都有些头皮发麻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差不差点的，能出来就行。况且阮哥跟着你呢，一般都不会出什么大事的。啊，你要不要吃苹果？我给你削一个。林秋实点了点头，接受了程千里的好意。不得不说，从门里出来之后，真有一种焕然新生的感觉。无论是阳光还是温度，亦或者是嘈杂的人生，都让人觉得充满了幸福感。第49集，林秋实啃着甜滋滋的苹果，觉得自己幸福的快要飞起来了，连带着平时不怎么喜欢的医院都不那么讨厌了。程千里坐在旁边玩着游戏，时不时和林秋实聊天。林秋实聊着聊着，又开始昏昏欲睡。在他的眼睛快要闭上的时候，听到身边传来了脚步声。他条件反射地睁开眼睛，却是看见阮南竹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林秋实有些逆光，他看不清楚阮南竹脸上的表情，但是他可以听到阮南竹温柔的声音。醒了？南竹。阮南竹轻轻地摸了一下林秋实的额头。安心睡吧，我们出来了。林秋实听到他的声音和话语，心奇迹似的平静了下来。林秋实合上眼睛，再次陷入了深眠之中。这次没有奇怪的梦，唯有宁静陪伴在林秋实的左右。睡了1天1夜之后，林秋实才醒过来。醒来的时候烧已经退了，
虽然身体没什么力气，但是已经能够下地行走。医生检查之后说，再输1天的液巩固一下，第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程千里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闻言让他别担心，说家里的猫有人喂，不用急着回去。林秋实道了谢，他躺在床上，第一次觉得医院也是如此的亲切。虽然在门内的世界过了好几天，当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，但是现实的世界才过了10几分钟。第3天，程千里给林秋实办了出院手续，开着车将林秋实载回了家。林秋实到家之后，拿出钥匙开门，还没进去，他就听见他家的猫栗子喵喵撒娇的声音。他探出头一看，却看见阮南竹在他家的沙发上。阮南竹正在看一本书，对待自己极为高冷的栗子却蹭着阮南竹的脚踝哼哼唧唧地叫着，还时不时躺下露出软软的肚皮求抚摸。林秋实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待遇，只是最近栗子嫌弃自己嫌弃的要命，既不让摸也不让抱，林秋实妒忌的眼睛都直了。或许是注意到他灼热的眼神，一直没有抬头的阮南竹这才看过来。好了。好了。林秋实走到阮南竹的身边，矜持地坐下，他想要假装不经意地抱起栗子，谁知道栗子一扭屁股就躲开了。林秋实一脸的难过。栗子，你不爱爸爸了吗？阮南竹没有说话，他弯下腰，轻而易举地把栗子抱了起来。栗子叫了一声，开心地用头蹭着阮南竹的胸膛。摸吧。阮南竹把栗子露出来，对着林秋实。林秋实伸出手，终于摸到了栗子。栗子，你怎么了？不认识爸爸了吗？林秋实仿佛是一个失去儿子的可怜父亲，他悲痛欲绝。他看着自家辛辛苦苦拉扯大的猫崽子粘上了别的男人，总有一种自己被绿的感觉。猫对这些事情比较敏感，多过几扇门就好了。一提到门，林秋实整个人都蔫了。他靠在沙发上。我能问问最后为什么你杀了那个女人吗？不是说不能沾血吗？我以为钥匙在蛋糕里，但是没有，那就肯定是在其他地方。你记得童话的最后一幕是什么吗？林秋实想了想，他似乎理解了阮南竹的意思，他坐直了身体。3姐妹被复活，南巫被杀掉了。对，所以我就怀疑，如果不是怎么办？林秋实没想到阮南竹只是怀疑，行动力就那么强。阮南竹倒是很淡定，不是就不是，再找找其他地方，总是能找到的。林秋实露出了佩服的表情，这一般人哪里敢提刀就砍，况且有之前的栗子在，一般人都不会愿意沾上鲜血，也就是阮南竹能想出钥匙在南巫身体里这个想法，想出来也就算了，还当场把南巫砍成了几块。下次门的提示拿到了吗？林秋实想了想，又说道：是不是一定要通过12扇门？先吃点东西，慢慢和你说。于是3个人离开了屋子，想去找点东西吃。林秋实大病初愈，按理说应该吃点清淡的，但他在门里面啃了7天的面包，嘴馋得要死，于是把阮南竹和程千里带到楼底下一家江湖菜的小店，点了好几个辣菜。江湖菜是他们这边比较特殊的菜系，重麻重辣，同时配着啤酒，那就更是舒服了。林秋实吃得浑身上下都浮起了一层薄汗。你的下一扇门应该是在10天左右之后。阮南竹倒是没有像林秋实吃得那么开心，他似乎不太能吃辣，只是几口他
他的鼻尖便泛起了红色，眼神也没有了平时的冷淡，变得湿润起来。这10天可以好好休息。那门里的提示是什么？显然林秋实更关心这件事情。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扇门不一定是你的门，可能是别人的门，到时候你或许不会进去。一扇门的提示只会给第一个打开门的人，谁开了门，那个提示就在谁手里，也拥有更多的主动权。但是这些提示不一定会自己用。那岂不是下一扇门我就没有提示了？情况比较复杂，我这么说吧，你下一扇门可以蹭程千里的。林秋实听得晕头转向，最后还是程千里开口解释道：一扇门只会有一个主题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和我进同一扇门，那这扇门既是你的也是我的。这门也有别的规矩，打个比方，就是现在我开了第4扇门，你才开了第2扇，那如果你跟着我进了第4扇门的世界并且出来了，那你前3扇门就自动打开了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那岂不是如果找到了一个开了12扇的？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这种跨越绝对不能跨太多啊，不然会死得很惨的。你现在还有些事情不知道，我不能和你讲得太清楚。为什么不能？因为就算讲清楚了，你还是会继续问为什么。看着两个人的表情，显然都对类似于10万个为什么的新人深恶痛绝。林秋实见状也没有自讨没趣，安静地闭嘴吃饭。果然程千里长叹了一声说：还是我阮哥的眼光好，看看其他人带回来的新人，哪个不是问题多的数不过来。最惨的是刚给人解完灭，接着就死在了门的世界里，之前说的全成废话了。可是你也才4个门，你为什么那么熟练啊？我虽然只过了4个门，但是我哥已经过了8扇了。第50集，林秋实吃着饭，思考着两个人的话，思考了一会儿，又想问问题。大约是阮南竹看出来林秋实那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他伸出了一根手指。最后一个。那我的第一个世界为什么会遇见你？你在第一个世界不是没有认识的人吗？这是2个问题。还有，谁说我在里面没有认识的人了？你认识谁？记得第1天晚上死的那2个吗？记得。其中一个就是我的顾客。我当时搞错对象了。听他这么说，林秋实陷入了迷之沉默。以为你是我的顾客，等到第2天发现不对的时候，我的顾客已经死了。说着，阮南竹擦了擦嘴，用非常平淡的语气说出了让人目瞪口呆的话。后来发现你资质不错，就带了回来。程千里在旁边憋着笑，这让林秋实特别惊讶。他说：这已经不是阮哥第一次搞错服务对象了，主要是你当时和那个顾客穿的衣服颜色基本相似，再加上你俩一开始就在小道上相遇。林秋实仔细一想，好像确实是这样。他就说为什么当时阮南竹对他那么特别，结果居然是这样。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们2个一见如故。你也可以这么想。吃完饭之后，林秋实准备回家，阮南竹却和林秋实说：如果可以，最好搬到别墅去住，这样大家有个照应。会出什么事吗？不是已经出来了吗？现实里面我们这样的还有其他人，这些人有的已经心理变态了。哎呀，反正是你能过来就尽量过来吧，总没有错的。好吧，我想一下。
林秋实点了点头。三个人吃完饭往回走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巨大的广告牌，阮南竹随手一指说：他就是徐小成。林秋实抬头一看，发现广告牌上印着一个当红女星。这个女星走的是御姐路线，神情高冷，举手投足之间皆是傲气，和门内世界里那个天天喜欢哭鼻子的徐小成简直就完全是两个人。林秋实本来还觉得惊讶，但是仔细一想，身边这个神情冷淡的大男人在门内世界还是个姑娘，于是林秋实就释然。我们就先回去了，你自己一个人在家要注意安全，有事就打电话，拜拜。再见。林秋实挥了挥手，见到他们上车走远，才转身回了屋子。回去之后，他趴在沙发上休息，栗子就远远地坐在旁边看着他，也不肯过来让他摸一摸。至于想要像之前那样亲密，更是不可能了。林秋实看着电视昏昏沉沉，在快要睡去的时候，他却听到自己楼下传来了呼救声。他一下子就醒了，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，但是这个叫声越来越响，还伴随着其他嘈杂的议论声。林秋实从沙发上爬了起来，走到窗户边上，他竟然看见一个人在小区里狂奔，另外一个人提着刀在追。这个画面太过玄幻，林秋实用手狠狠地揉了下眼睛，他这才确定自己不是眼花。被追的那个是个姑娘，模样是完全陌生，但是衣着却让人觉得有几分眼熟。奈何此时夜色太深，林秋实看不太清楚。其他的住户也被这声音吵得纷纷走到窗边围观。林秋实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之后，赶紧报了警。他简单的说明了一下情况，然后随便抓了一根晾衣棍，打算下去帮忙。但是林秋实才刚走到电梯，就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随后这个声音戛然而止。林秋实瞬间就明白了，果然如他所料，等他下楼的时候，那个姑娘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，她的胸口上还插着一把匕首。杀死她的那个人坐在旁边大笑着说：臭婊子，你也有今天，我看你还怎么出去勾引别人。那个人见到林秋实过来也没有反应，就像个神经病一样自言自语。林秋实没敢再刺激他，拿出手机拨了120，之后便在旁边等待着。好在警察和医生都来得很快，迅速地结束了这荒诞的一切。林秋实作为目击证人去了一趟警察局，他得知姑娘当场身亡，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。第二天，这件事情就上了社会版的新闻，结果根本不是情杀，而是那个凶手精神错乱。他的家属没有把他看好，放出了家门，那个姑娘就这样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。最惨的是，精神病患者杀人还不用被追究法律责任。林秋实看完新闻之后就去了别墅，他找到了阮南竹。他说：这姑娘是不是我们认识？应该是唐瑶瑶。阮南竹看了眼报纸，她死了？怎么会死得那么奇怪？能进门里的人都是快死的，车祸、谋杀、疾病、意外，你不进门也是死。林秋实听到阮南竹的话，却是突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去拿体检报告。大约是看出林秋实表情不对劲儿，阮南竹问：怎么？没，就是想起来一点事，我先走了。阮南竹点了点头，没有阻拦。林秋实去了趟医院，他把自己的体检报告领了，撕开装着体检报告的信封，翻到结果那一页，他
他看见了几个整齐的小字：肝癌早期。怎么会这样？林秋实苦笑了起来。他从来不抽烟，也很少喝酒，除了工作之外，他没有别的娱乐活动。可就是这样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最后却落得个这样的下场。拿着体检报告的林秋实失魂落魄地回了家。面对家中依旧不愿意靠近自己的栗子，这种挫败感达到了顶峰。此时他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林秋实却躺在床上没有动。他现在谁的电话也不想接，只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手机响了停，停了又响，持续2、3次之后终于消停。林秋实还以为给他打电话的人放弃了，谁知道半个小时之后，他家的门口传来了敲门声。